比如说我们要去摆三瓣的时候，该怎么去分配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先给大家以笔法位置线稿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如果说是三瓣的话，我们要像一个三叶草一样，中间一个，中间一个，但是呢，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十字架的形式的话啊，十字架的形式，那侧面是15度角，这个方向一个啊，侧面这边是15度角，再一个。但是你们会看到我在画这个箭头的时候，有一点点小技法，就是小心机，就是说中间的这一半箭头的话会长一些，左右两侧的要短一些。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中间的这个长一些，好，然后左右两侧的要短一些，45度角的位置，这边是15度角的位置，好，尖尖可以给它收拢下来，尖尖成一种收拢的状态。好，这种呢是一种三叉戟的这种摆位方法。那你再看这种方法摆出来是不是就很好看？但是如果说你摆出来它的形态上是各异的，比如说中间你摆的短，左边摆的长，那右边也是这样摆的比较短，这种形态可不可以呢？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这种形态就是我们摆位当中说的一种呈阶梯式的摆位啊，最左边的一个最长。那呈阶梯式，然后中间这半第二长，边缘描干净，然后最下方这个啊，这里第三瓣最左侧这个最短，它的一种叶子的形态摆位成一种阶梯状。比如说我还是在这里画一个十字架，那还是在这里画一个十字架，那最中间的这个它是像一个第二长，对，第二长这个方向是15度角，第三长这边是15度角，是成一种最长的姿态，一种阶梯状。那这样子，成一种阶梯状，像一个水草一样，这边往这边飘，形成一种 C 弧。好，这边那像是一种 C 弧。来说一下这个摆位，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像是填空，哪一种更像是延伸呢？如果说要说填空的话，一定是这个，对吧？正三角的一个摆位成一种填空。那像这种阶梯式的三叶，那它就是作为一种延伸作为一种延伸去使用。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尽量的把最长的那半给它支出去，最长的那半给它往外去做延伸。看一下，在这个方向去演示，对，最长的那半往外去做延伸。这里的形态的话，我们就会用到一种 S 型的形态了啊。这里的形态 S 型形态。好，第二个，在中段的位置稍微的比它小一点点。好，第三个，在最下方的位置，你甚至可以像往外摆开都行啊，不一定要顺风去，往外摆开都行。就是外八的中间，错位外八的中间又加了一半，然后尖尖这里给它延伸下来，整体去形成一种往一边倒的这种趋势，整体形成一种往一边倒的趋势。那这种的话就是作为一种延伸，而这一种就是作为一种填空，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在画三瓣叶子的时候怎么去摆位，然后像四瓣五瓣一样的啊，都是成这种摆位方法。你看这个竹叶，从一根杆儿中间左右左右左右，对吧？一根杆儿中间，然后左右左右，但是左右呢，它是有一个错位，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一高一低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一个在上方，一个在下方，成一种这样子的错位，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看一下它们根部，第一瓣的根部在这儿，好，下面这一瓣的根部在这儿，再下一个的根部在这儿，都不是这样左右对称的。当然也有左右对称的叶子，不过呢，我们这里呢演示的都不是左右对称的啊。你再看一下第二种叶子形态，它是成一种什么？像是一种收拢型的那种花束型，对吧？花束型的一种姿态。花束型的姿态的话，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它就是你只要什么呢？只要给它包拢，有长有短即可。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最长的，好，其次旁边再来跟一个短的，那做成一种错位的方法。你看两个箭头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它们连收拢的地方啊，这个地方都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面，给它错位开来，水平线给它画出来。那你看它的头部和根部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它的头部和根部是根据它的根部是根据它的头部去摆的，头部如果冒出去一点，那它的根部那就要早一点结束。如果说头部的这个位置低一点，那它的根部就可以稍微的往下延伸一点点，成一种花束形收拢的姿态。那你看，如果说要画旁边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那更是要矮一点啊，再矮一点，在侧面的位置，让它们的尖尖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更矮一点点。那它的下方收的时候就可以长一些。那然后这里3个长叶子整个主体给它站好了之后，3个长叶子已经画好了。如果要加第4瓣、第5瓣的话，第4瓣和第5瓣一定是加在尾部这个地方啊，就是左右两侧接近于根部的地方。好，这里给它靠拢着去收，贴拢了去收。你看这样子的话，形成也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阶梯感。那中间这个永远都是最长的，左右两侧成一种阶梯往下走啊，成一种阶梯往下走，越来越短，它就会有一种往上冲的延伸感。如果说你去画来七窍八拱，没有那种就是一个规矩的话，它画出来就很难看。错误演示就是这样横着往外搓啊，这种往外搓成散开型的，或者说是你这种，你看成一种 C 弧包裹，好 ，C 弧包裹，然后中间又是什么 S 型？你看，它们这种的话就是一种杂乱的姿态。你要先找到一根竖线啊，先找到一根竖线，所有的线条都是这样贴着这个竖线，哎，往外，对，贴着这个竖线往外，总之不会离它太远。如果说你找的这根竖线，你的线条离它太远，成这种张开的姿态，那它就不好看。那是不是？上方这种收拢型的是不是要更好看一些？下方这种张扬型的就不好看。我们侧面的叶子距离中间这个水平线啊，中间这个水平线定一个中线，那它的一个角度呢，不要超出15度角。一旦这个角度超出了15度角，它就不好看了。那一旦超出15度角就不好看了。你看这些线条都是非常的贴近根部的位置的。不管它是什么形态 ，S 型还是一种半 C 型，它都是非常贴近于中线的。演示一下，看中间的长多一点点，好，中间的这个长一些，尖尖两头尖，好，侧面再画一个短一点的。贴着它，对，贴着它走，中间的缝隙要有，但是呢，我们不能离得太远，尖尖也要有。好，这边再来一个，贴着它，好，收拢，中间的这个缝隙啊，尽量的给它靠近，特别是尾部、根部一定要成一种收拢的姿态，肩部可以稍微的，你看肩部可以稍微的往外扩，你看这个距离是不是很宽？包括这个距离是不是也很宽？但是你看这个距离，它往中心的位置，它的根部是不是全部都是成一种收拢的姿态？往中间走，这个缝隙是越留越小。那到这个叶子的尖端的时候，空隙这里可以稍微的张开一点点，但也不要太过分啊，不要直接滋出去，像这种一样，对吧？两侧给它加一点小的，那也是靠拢收回来，对，成一种收拢的姿态。好，这边再来一个短的，也是这种收拢的姿态，甚至可以再往下延伸一点点。好了，看一下它们靠拢的时候啊，只是微微的靠拢啊，微微的靠拢，你不要两根线条画来完全的这样子去交织在一起，拼接在一起。你看这种的话，每一瓣叶子都没有那种独立的个体感。你看这种就是连成了一坨，每一个叶子的形态，你要保证每一个叶子的形态是分明的啊，不能像这种一样整体每个叶子都连成了一坨，根部全部收拢在一起，这种就是错误的一种画法。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的一个叶子的摆位啊，接下来看一下这里正面侧面微侧，正面侧面的微侧的话，我要先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些叶子是怎么画的。
首先前面第一种在前面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啊，第一种在前面，第一种叶子形态，那在前面这里1笔2笔包括填空画法都给大家做了演示，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来一次，再给大家在下面做一下演示每一种叶子形态。这里呢我就画小一点啊。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叶子成一种渐变的形态，我们前面说过，在画叶子的时候，如果说你要让整个颜色不要就是说什么太平调啊，让它更加的丰富一些，那么我们的颜色就要去作为一种什么呢？平图当中是不是教过大家，就是颜色的话是不是有不同的深浅明暗？第2章颜色的浓度、饱和度，对不对？给大家教过，它有4种浓度：酸奶、牛奶、豆浆、水状浓度。那你看一下这个叶子里面是不是就有牛奶状、豆浆状，对吧？水状浓度，那不同的颜色深浅啊，饱和度不同，但是虽然说是同一个颜色啊，饱和度不同，看起来这株叶子是不是就很立体的感觉？我们在画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当然这个是随机的，你想要根部深还是根部浅，底部形成一种渐变的姿态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先用这个墨绿色啊，墨绿色，好，画出一个深一点的叶子。这个叶子呢，左边一撇，右边一撇，形成一个 C 弧，中间拉一个小尖尖下来。我们先去画一个竖着的，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摆位，对吧？左边一条线 C 弧，右边一条 C 弧，中线呢就拉一条尖尖，两头给它拉一条尖尖。那这个的话是笔的方向，那这个是笔运行的方向。笔毛尖尖的一个方向，运行的方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怕你把前面的知识忘掉了，笔尖的方向是不是在第1根箭头的这里？那但是它的运行方向呢是在第2个箭头这里，对吧？斜着往下扯，带一个 C 弧，慢慢的提笔收。那第2种填空的话，我们是不是那这边？左边出去一个 C 弧，然后收拢过来，好，顺着它的尖尖，右边一个 C 弧，收拢回去，好，尖尖这里提笔收，那它就要胖一点，2笔去完成。好，第1种叶子，中间我是给它用了稍微深一点的尖尖上，然后下面我可以稍微的浅一点，对，加一点水，给它调的稍微的稀一丢丢，做出不同的一个深浅。好，侧面。看这个摆位啊，是15度角的方向去画一片叶子，往下收。那这边是15度角的位置去画一颗叶子，往下收。这里的话，我们还都是用的第1种叶子形态啊，然后慢慢的越往下，颜色越浅。那加一点点蓝颜色进去啊，把颜色调到这里来，加一点水，将叶子颜色调稀，扒了一点点蓝色过来。好，用这个颜色，我们再来画接下来的叶子。好，你可以是一种 C 型往上，C 型往上收的姿态，看 C 型往上收的姿态。你也可以是什么呢？一种 C 型往下收的姿态。那就这个尖尖往下倒，那这个尖尖也是这样往下收，2个尖尖都是往下方的位置去收。好，再加一点蓝色，越往下蓝色加的越多。你看这边，因为它是往上去倒的，这边我可以画一个往下，对，看往下的一种半 C 弧，对吧？好，中间给它加粗，中间胖嘛，所以说扩出去一点，2头尖嘛。再来一点蓝色，加一点水，将颜色调成水状浓度。好，这里我就可以画一个往上，稍微错位一点啊，叶子。你看这2条线都是这种错位的方式，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最后用小叶子收一下。左右。
枝干给它加上，枝干用深绿色，看把它的根部就这样断断的虚虚的给它连上根部。好，可以分一些枝节，每个叶子的旁边可以分个小铲出去，你找空隙的地方，对，可以分个小铲出去，根部，对，枝条的根部加粗。第一种叶子形态啊，除了去单独演示成这样子一支叶子，我们这种叶子的形态更常用于玫瑰，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花，小野花、玫瑰啊那些，会用这种小圆叶会比较多一点点啊。因为第一种叶子我们经常用到玫瑰当中，这里我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一些不同状态。好，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平涂以及渐变两种技法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同的状态下的平涂技法之下的，对吧？左右框起来，中间去填色，拉一个尖儿，这种是平涂技法的叶子状态非常饱满新鲜。那第二种的话，我们再去演示一下上面说过的渐变技法。好，再看一下渐变技法，笔尖取色，尖尖怼下去。好，因为是小叶子，我直接左右摇摆啊，左右摇摆，把中间大弧度先摆出来。好，没啥颜色了，再往后拉一个小尖尖出来。好，这种呢就是一种渐变形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渐变是这个叶子个体的渐变，而不是这个整体的一种渐变啊。这一株里面每一个叶子都是平涂技法，颜色都是均匀的，但是呢，它的叶子颜色是从尖端到根部每一瓣叶子之间去形成的一种渐变，两种渐变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技法，我们这两种看起来叶子都是比较新鲜的，在这种叶片在玫瑰当中使用的时候，如果说要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干巴，对，画干枯玫瑰的时候，想要显得这个叶子有一点干巴巴的，那怎么办？我们取一点颜色，把尖尖先确定了。好，把尖尖先确定了，然后顺着这个尖尖笔尖左右摇摆，横摇啊，横摇，摇到最宽的位置，然后又收回来，慢慢的弧度一点点变窄。注意看我尖尖的一个压笔的弧度啊。好，来看一下这种叶子形态。这种叶子形态的话，就是一种裂变了啊。它其实画其他花型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叶子的话，它感觉边缘是带锯齿状的，对不对？边缘是带锯齿状的，完全就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叶子了。我们在画就是那种干枯玫瑰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叶子形态，因为它边缘不像以上两种，边缘都是干净流畅的一条线条弧线，那这种它的边缘是呈一种锯齿状的这种弧线，就会有一种什么呢？以上两种非常新鲜饱满充满水分，那下面这个就显得非常的干巴巴的，对不对？有点那种干枯的感觉，干枯了边缘，所以说变得不太流畅了，线条变得皱皱巴巴的，这种在画干枯玫瑰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技法。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技法的一个运行方向啊。它是我们先定好一根线，它的尖端，然后呢这样子左右横扯，对，左右横扯，经过最大的一个弧度，然后慢慢的弧度变小，直到最后拖出去一个尖，这样子一种运行。再看一下这个的话，在尖尖的这个位置去留色，然后也是这样左右摇摆收。好，贴过去。两种的运行方法，笔的运行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呢，这种在运行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外侧边缘是一种干净的，所以说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慢一点，保证它的外形是干净的。那这种的话就不用管了啊，它的外形就是这样子带锯齿状的。其实第三种叶片形态的话，反而还要简单一些。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种，如果这个叶子形态没看清楚的，你们等一下回过头再把我画这个叶子的时候笔尖笔法你再多注意仔细看几遍啊，回过去调一下进度条，拉回去再看一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更干枯一点的一种叶子画法，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也是先定好一个尖尖啊，尖尖之后我们侧推出去拉回来，侧推出去拉回来，侧推出去拉回来，好，带回一个叶子的尖尖，尾部再给它定个尖儿，那这地方你想定尖儿都行啊。那这种叶子的话是一种三角叶，
也是我常用于玫瑰当中的。你会发现这种叶子干枯的程度还要再严重一些啊，还要再严重一些。也是先在这个地方先定一个点儿啊，先定一条线，然后左侧这里收出去，中侧这里收出去。那大家在看我线条运行的方向的时候，它是不是中间长两侧短，对吧？中间长两侧短，1、2、3这样子。中间长两侧短，成一种爪子一样的形状，爪形的那种叶子啊。再来一个小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好，先拉一条线，确定了这条线的位置之后，我们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侧推出去。好，这种爪形的叶子，这以上的几种经常在画玫瑰的时候都会用到。不过呢，上面两种是画那种平常正常用到的这种，你看这种组合花型的时候用到。以下的两种，我可能会经常出现在就是干枯玫瑰或者是单枝玫瑰啊那些有可能会用到。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叶子形态，我们在画的时候是怎么去操作的呢？首先这里的话，我要去画最中间最长的那个，先用墨绿色，好，颜色重一点的墨绿色，去画出中间，对，长一点的。你看这个形态，我们可以去画成 S 型，对吧？你看我勾一条线，那这是不是 S 型？我在它旁边再把它中间加肥一点，那。好，你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的形态当中的一种 S 型？只不过这个 S 啊，它不是那种拉的老长的 S， 它不是就这种哦，很正常的一种 S， 它是一种被延伸的这种微微的 S。然后两侧慢慢的短一些，我们加一点水，将颜色控淡一些。好，第二个，反正就是要在它旁边矮一点凹进去的地方去画啊，凹进去的地方，你这个地方去画也行啊，你也可以在这边去画，稍微比它短一点，好，延伸下来，收拢啊，根部，叶子的根部呈一种收拢的姿态，好，叶子往下带，这里呢就是一种平涂技法，好，叶子往下带，那画第二半的时候，颜色里面我要给它调一点蓝色进去了。好，第二半就成一种第三种阶梯，好，跟着它的中间的弧度进去，那你看这个也是形成了一种 S 型，对吧？ S 型，1、2、3，看三个尖尖都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面，这边蓝色再多一点，两侧来一点小叶子。好，贴着它的根部来，这边再来一个小叶子。你看这个是往上收的，我这个就可以画一个半 C 型，往下，半 C 型往下，尖尖给它拉出来，中间加粗，尖尖往下。然后再用深色，你看，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空，你还可以再给它加一个小叶子，再加一个小线条，也是没有关系的。它整个的话就像一条什么样的流水线啊？它整个的话就是一条，中间长，两侧短呢，就像一种水流一样的一种。呈这样子错位平行的一种状态，沿着我们中间这条线，贴着中间这条线往上，根部呈一种收拢姿态，叶子尖尖呈一种外放的姿态，然后形态的话，两头长，中间胖，长长的，两头长，中间胖。这种叶子的话，我们只能够去用什么呢？平涂啊，这个叶子只能去用平涂技法演示，甚至呢，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啊，正锋以及侧锋要搭配起来使用。如果说你要想做渐变的那种感觉的话，你还要再给它加。你渐变这种想要做渐变接色什么的，都是用的我们技法当中的那个接色技法啊，接色技法或者是叠色技法去做。那接色我们就接在它的根部。你如果说想要做出两种感觉的话，好，接在根部。如果说你想让它尖尖深一点的话，我们这个就要用侧推的方式去做了。对，像这种大叶子，我们在甲面上去操作的时候，技法不太好操作的时候，这种小叶子我们可以直接左右横摆，对吧？小叶子我们左右横摆，大叶子我们就要用侧推的方法，侧推的笔法去把颜色推到它的尖尖上去。
好，颜色往尖尖上推，堆积过去，形成一种渐变感。中间我们再用深色给它加一点点叶脉。好，这种叶脉的话，不管你是加1根还是2根，你也可以像叠色那样子的方法去加啊。等一下告诉你们什么叫叠色，这种是直接在叶子中间加1根线条，那这种一看就是侧面的姿态，侧面的姿态我们就不用在叶子中间去加了。你像这种正面的叶子，它的叶茎叶脉就肯定是在叶子中间，那侧面的叶子你是看不到正中间的那个叶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叶脉在它这个侧面的边上，那叶子的形态，侧面这里，等一下再给大家讲那个。我们还可以通过叠色的方法来，颜色要干了之后才能去叠啊。我们可以通过叠色的方法，好，中间再给它加一层颜色。那这个颜色是不是两面单层和双层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种呢就会形成一种颜色叠色之后的这样子对比效果。那通过叠色的方法去把它的中线凸显出来。好，这种叶子形态的话，常用于郁金香等等那些花型当中啊，给大家做一下参考，给大家看一下，看我们的花型当中。比如说像第一种叶子这种小圆叶啊，小尖尖的叶子，我们可能会用到玫瑰，玫瑰当中就是这种叶子形态，对吧？只不过技法不同而已。那包括什么荷花的花瓣也会是这种方法。那第二种叶子形态，看一下郁金香和百合，对，郁金香和百合，那就是这种叶子形态。这个灯笼花也是，灯笼花也是。那看一下这些，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叶子形态，这种就是属于是这种大叶子，比第一种叶子形态要大很多，而且要肥一些。这种叶子形态的话，我们常用于给大家看一下啊，常用于比如说这种柿子，画柿子的时候，柿子，然后还有画什么呢？其他的大花型，像枇杷，对，枇杷的这种。还有那种桂花呀等等，那种叶子形态就是这种样子的。画到第3种叶子形态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它的正面以及侧面。一般画这种大叶子的时候我们在画到正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分左右两侧啊。比如说左边侧推出去一个 C 弧收过来，右边侧推出去一个 C 弧收过来，对吧？那这种是用到我们一个留白的方法，中间留了一条白线，是它的叶子经脉的地方，没有关系。那它这两边有一个尖尖，但是这种叶子形态啊，把中间的叶脉这里再加深一点。你看这种叶子形态算了，整体给它涂均匀，用平涂的方法给它涂均匀吧。这里我们主要是看用颜色深浅来对比出它不同的一个角度。然后这种大叶片的话，就不像前面的这种叶子，前面的那种叶子是两头尖溜溜，中间有点胖，对吧？两头尖溜溜，中间有点胖。前面画的2种叶子都是这样子，两头尖溜溜，中间有点胖，而且那种瘦长的感觉，两侧要给它拉出尖尖来。那这种瘦长的感觉，但是你看一下旁边这个直接就是那种胖嘟嘟的。好，画到这儿给它形成一个对比，它就是一个胖嘟嘟的，左右打 C 弧接过来。好，中间的颜色平涂填充。好，中间的颜色平涂填充，是完全就是胖嘟嘟的，不像上面这种第一种叶子是瘦蔫蔫的，对吧？瘦的，两头尖，中间胖，但是呢它是一种细瘦型的，这种就是胖嘟嘟的，但是呢两头又有点尖尖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是正面的叶子啊，正面的叶子我们把它中间骨架画上，用黑色来画吧。好，中间叶脉正中间，然后把它的旁边的叶脉画上，分左右啊，左右侧开，对，是这种侧位的线条，
C 弧线条打 C 弧，形成一种错位的姿态。去画它的骨架，线条一定要细，线条画不好的去看一下前面那一张的勾线技法啊。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微侧啊，就是这个叶子从正面稍微的有点侧过来，45度角的一个姿态。比如说这张纸，那这种是一种正面的状态，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侧面啊，这样45度角微侧的一种状态。那叶子的话，它的微侧面，我们可以先去画一个 S 型，我这边先调一个淡色。多一点水，少一点色粉，调个淡色。先来画一个 S 型，正面的这个是画的叶子形态当中的一种直线条。第二种微侧面的话，我们要去画 S 型线条。好 ，S 型线条。好，把中间加胖。好 ，S 型线条，胖嘟嘟的。好 ，S 型线条，两头尖，中间胖。好 ，S 型的一个姿态画好了之后，我们要用深色。好，用深棕色去加深它的微微的翻折面。那它这个微微的翻折面大概在哪个位置呢？我们去找到一边啊，我们去找到一边，像这种 C 型凹进去的地方，像这种凸出来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找这个 C 弧凹进去的地方。好，这个地方微微的来个细细的小叶子。这就是它的一个微侧面，然后上方这里也有一点凹进去的，我们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给它加一点点。好，这个位置尖端这里凹进去的地方，好，找窝进去的地方，好，这里微微的侧进去。好，看一下这个叶片是不是有一种侧面边缘微曲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在填色的时候，这个边都可以再给它凹出来一点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微侧面，也就是45度角的地方。我这边呢用了同一个颜色，但是2种不同浓度，去表现了它的一个翻折面，就是它的背面以及正面。这个方法跟我们画那个荷花有点像，但是呢要看这个翻折面怎么去找呢？要看你这个叶子是往哪个地方倒的。如果说它是往左边这一侧去侧的话，那它的这个翻折卷曲面就要找到我们的左下方这条线，左边这条线。如果说它是往右侧去侧的，好，如果说是往这边去侧的，好 ，S 型画出来，把这个胖胖的叶子突出去的地方，对，给它加重。好，你看，一个是往左倒，一个是往右倒。我们这边往右倒的，我们深色翻折面，它的外壁位置就加在它的右下方这条线。这个的话，还记得在我们的技法当中叫什么吗？跟着它的一个侧面弧度来啊，只是说又给它加上了窄窄的一条线。这个窄窄的一条线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个形态，只不过呢，把这个形态变成那种细小的，对，细小的小叶片。这是叶子的微侧面，再用黑色把它的经脉给它画出来。好，避开错开线条，给它画出来。那这儿，好，这是叶子的微侧面啊，用 S 型形态去表现。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叶子的侧面，侧面的话，我们就要用 C 弧线条去表示咯。好，侧面的话，我们用 C 弧线条去表示，可以先画一个 C 弧，对，半 C 弧，然后呢，在它的上方去画叶子的一个形态，对，你甚至还可以就是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都行。那这个就是侧面的一种叶子形态，你怎么去找它的正面翻折面呢？下一层干了之后啊，你直接在上方这里去叠一层，
看，再来深一点。别一层，再来一个。这种侧面，你看不同方向的好了，来一个不同方向，画一个半 C 弧，然后把上面叶子的弧形给它勾出来，对，上面胖一些，两头还是拉尖的啊。再用深色，墨绿色，去把它的下面这一片加深。看一下，把它的叶脉给它画出来。那这里是它的外壁，那它的中线在这个位置。这条中线啊，就是叶子中间的这条线，在它的侧面下半圈这个位置。那上方，好，看一下，这个就是侧面卷曲的那种叶子。好，看一下不同角度的一个叶子，正面、侧面，正面、微侧面、侧面，正面用的是这个竖向的竖向形态、竖线形态，微侧面用的 S 型形态，侧面直接用的这个半 C 型半 C 型形态叶子形态。